你说的那个小丫头好像叫芥染青吧？本神记得她好像没能通过考核吧？庞然大悟问。回大人，她虽没能通过考核，可她当年的表现是胜过当年的杀戮天王的第一次考核的表现的。那个自称杀戮天王的小鬼，第3次踏入9天密的才通过考核，且第3次与第1次相隔了近1000年时间，最终通过考核时挑战的已不是小辈之路。但属下觉得7届圣府那个小丫头若是第2次再踏入，应该就可以通过，并且按照她当时的表现来看，应该很快就可以再进来，只是因为一些原因，她便一直没有再来。那位说道。若这样讲倒也合理。庞然大悟给予赞同。不过属下刚刚无意间倒是得知了一件有趣的事。那位又道。可是？庞然大悟问。这个楚风其实就是当年那个小丫头的儿子。那位说道。那这样说来，楚风能通过考核是他母亲给予指点？庞然大悟问。应该不是，属下刚刚听傅兴与楚风的交谈，得知他们母子在楚风长大后因为一些原因还未见过。那位说道。那就是靠自己本事了。那此子天赋倒是可观。这样你给这楚风一个评价？庞然大悟说道。回大人，让属下来评价的话，属下觉得若是9天密的没有遭到毁坏，以这楚风的能力，不仅能够通过考核，9天密地的主宰石碑之上也必然可以留下他的名字。那位说道。在主宰石碑之上留下名字吗？这个评价是否低了？庞然大悟问。低了吗？那位有些意外，他觉得这个评价已是极高。那可是9天密地的主宰石碑，知道他的人都清楚他的分量有多重。本神若没记错的话，只是第1次便能通过考核者，远古时期似乎也只有那秦九做到过吧？庞然大悟说道。回大人，远古的主宰石碑上面留下名字的共有6人，第1次考核便通过者的确只有那秦九1人。说到这里，那位也是恍然大悟，不由苦笑一声。看来属下对楚风的评价确实低了，能够媲美秦九似乎更加中肯。那位说道。这楚风现在在做什么？离开了吗？庞然大悟显然对楚风也更加好奇了。回大人，楚风与傅兴并未离开，而是在观察界门。那位说道。难道他看不出来那界门已经损坏，无法开启了吗？庞然大悟问。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确定，毕竟当年他母亲离开时也未能确定心门已经被破坏。杀戮天王那小子则是第3次进入9天密的才确定心门已经损坏，无法开启的。那位说道。可此话说完，他忽然脸色一僵，整个人都如同石化了一般。发生何事？庞然大悟问。庞然大悟可以从那位的眼睛看出，那位此时是在观察着9天密地，必然是发现了什么才会有如此反应。回大人，楚风的观察力比属下预想的还强。原来先前在考核大战以内，他不仅悟得了破解封印之法，更是悟得了开启心门的方法。那位说道。悟的方法倒也没啥，要能够布出阵法才行。庞然大悟道。大人，他布置出来了，并且他布置的开启阵法接近完美。不是接近，而是十分完美。那位说道。你确定？庞然大悟问。属下确定，那是完美的开启阵法。那位道。这个世界竟还能出现如此大才，可惜9天密的遭到破坏，不然他的确可以在主宰石碑留下名字。此时庞然大悟也是发出感叹。大人。忽然那位又开口，语气之中都散发着震惊，而庞然大悟是了解他的，能让这位有如此反应，必然是发生了极为利奥德之事，于是问道。又发生何事？大人，您不是说过9天密的破坏程度很是严重，心门已不可能被开启了吗？那位问道。对，庞然大悟说道。大人，那心门现在有了反应。那位说道。你说什么？让本神也来看看。庞然大悟此话说完，顿时目光变得特别，他也开始观察楚风。大人。见庞然大悟如此，那位本想说什么，可是最终没有说，不过神情却变得紧张，甚至赶忙亮出2把黑色长枪。这2杆黑色长枪乃是结界兵刃，可是那威势却比楚风之前见到的所有神兵都要强大得多，乃是无价之宝。手握2杆长黑色长枪，那位的气息也是变得更为无可匹敌，天地都为之躁动，但他却目光凝重，紧张地凝视着深渊，仿佛那下面有着连他都无法应对的可怕的敌人。此时楚风与傅兴站在那道横卧于大地之上，高达10万米的神秘巨门上空。楚风布置出了一座极为磅礴的大阵，那大阵的形态乃是钥匙，并且当这道大阵完成之后，那神秘巨门产生了反应。此时那道神秘大门的中心也有结界之力浮现，隐隐间竟在形成一道钥匙孔。傅兴站在一旁，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切。楚风，难道你真的要解开9天密的秘密了吗？傅兴满眼惊骇，甚至身躯都在微微颤动。尽管早就知道楚风比自己强，但此时他意识到他还是低估了楚风。楚风带他来到这里，告诉他9天密的秘密就在这神秘巨门之中，并且楚风从大殿之内还领悟到了开启此门的方法。楚风毫不避讳，直接将那布阵的方法告诉了傅兴，想与他分享成果。但那阵法很特别，不是说复杂，而是对悟性的考验极高，所以傅兴确定楚风告诉他的方法没问题，只是他悟性不足，领悟不上去，自然也就无法布置出开启阵法。但楚风却做到了，正因楚风做到了，才让他意识到他与楚风的差距竟如此之大，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百步台接力于眼前。他确定自己的能力最多攀登到第9步，但他已是绝顶天才，他只能攀登第9步，天下间便应该没人可以登顶。可是楚风却登顶了，9步与100步的差距就是他与楚风的差距。而此时神秘巨门中心的结界阵法成型，真的凝聚出了一道钥匙孔，且与楚风布置的开启阵法完全吻合。此时雾气弥漫之地已是天摇地晃，深渊之中更是无数怒吼如厉鬼一般响彻，无数道强大的气息自深渊深处喷涌而出，每一道气息的拥有者都具备着意念之间便可摧毁一方世界的恐怖力量。大人，大人！见此情形，那位紧张无比，不停地
呼唤那位庞然大物。终于，那庞然大物的眼眸恢复正常，是从观察之中抽身回来。安静。那位意识回归后，怒吼一声，紧接着一切恢复平静，恐怖的气息消散，天地不再震颤，深渊深处也恢复如初。呼！见此情形，那位也是长舒一口气。他深知深渊深处的那些家伙虽然可怕，但只要这位大人认真镇守，那些家伙也不可能逃得出来。哈哈，有趣，有趣！庞然大物兴奋地大笑起来。见状，那位也是动用观看之法去观看楚风状态，而这一看不要紧，他也是终于知道为何那位大人如此兴奋了。那破损的心门，楚风竟也能开启。此刻，那庞然大物也是再度开口，看来我们给他的评价还是低了。他似乎不只是媲美秦九，而是有机会超越秦九啊！光芒流转，尽是传送之力。楚风此时身处于传送隧道之内，传送隧道见怪不怪，毕竟只要踏入传送阵法，就会进入传送隧道之中航行。可此时，楚风身在这传送隧道之中，却是满眼惊骇。楚风之所以惊叹，就是因为这传送隧道的速度太快，快到超乎想象。这里的每一缕传送之力，都应当是无价之宝才能释放出的力量。可这样的传送之力，却有意外，硬生生的汇集成了这传送隧道。哪怕楚风见多识广，可看到这传送隧道，第一反应也是感觉如梦如幻，这已超出了认知。如此强大的传送之力，若非亲眼所见，想必没人会信。九天秘的，你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楚风震撼之际，越发好奇。毕竟他之所以会进入如此厉害的传送隧道，正是因为楚风用开启阵法去开启了那神秘巨门。当开启阵法与神秘巨门相融，楚风便进入了这传送隧道。因此楚风推断，这传送隧道的尽头多半便藏着九天秘地的秘密。过了1个时辰之后，楚风终于从传送隧道之中出来。此时他站在一座高台之上，高台四周的景象让楚风意识到他身处在一座石头大殿之内，而楚风所在的高台乃是大殿的最中心。回身观望，在楚风的身后立着一座高达万米的门，此门没有衔接任何墙壁，就如同雕像一般立于高台之上。此门与之前的那神秘巨门并不像，这道门看起来更加精致，如金子打造而成，金碧辉煌。不过这道门上面却残留着传送之力，很显然楚风是通过此门来到这里的。当传送之力消散，此门除了精致便别无其他。楚风从这门上观察不出任何东西，很快便确定此门虽然强大，本身是一件至宝，但此门却没有蕴藏任何奥秘，就是一个强大传送阵的传送点。不过它散发的气息却是十分悠久，与之前那神秘巨门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物。至于楚风所在的这座由石头打造而成的大殿，虽也都散发着悠久的岁月气息，但楚风能够推断出这大殿虽久远，但应该建于远古时期。而楚风身后这道精致巨门与横卧在大地之上那道神秘巨门都是太古时期之物，因此可以推断此地是先有此门后有的宫殿。楚风仔细观察，发现大殿除了中心有这座太古时期的大门外，便没有任何摆设。不过大殿两端有2道石门，其中一道应该是通往深处，而另外一道应该是通往入口或者出口。2道石门都有雕刻图案，但唯有通往深处那道门上的图案引起了楚风的注意。那图案暗藏玄机，分明是一种结界功法，并且这结界功法很玄妙，若是能够领悟，将大大增强楚风精神力的专注力，搞不好会让楚风的天眼变得更强，布阵的手段也将会得到提升。这功法若是掌握，对楚风的境界虽不会有帮助，但整体实力却将会极大提升。只是可惜那门上的功法并不完整，但楚风却从门上发现线索，完整的功法就藏在这大门之后，这门后的功法便是九天秘的秘密。不对，那功法虽厉害，可楚风很快否定了，那功法就是九天秘密的可能。九天秘的建于太古时期，这座大殿乃是远古时期打造，但转念一想，虽说那石门与大殿一样都是远古时期打造，可不代表大殿之内那精神力功法也是远古时期，搞不好那精神力功法就是来自太古时期，它就是九天秘的秘密。难道说是远古时期有人发现了此地秘密，故意建造这座宫殿，将这秘密隐藏起来？想到这里，楚风仔细观察大殿，却发现根本看不到解开石门的方法，石门上面只有一个钥匙孔，唯有用对应的钥匙才能开启此门，太卑鄙了。楚风忍不住咒骂一声，可楚风嘴上咒骂并未放弃，而是走向了那可能通往入口的石门。这道石门没有任何障碍，可以直接推开此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深邃的石头长廊，长廊内没有任何机关，楚风顺着长廊前行，畅通无阻。走到尽头后，有一座石头高台，高台周围布有100道石碑，石碑不仅与高台乃是一体，且上面都刻有结界纹路。此乃传送阵，乃是建于远古时期，在这长廊尽头的墙壁上写着操控这传送阵的方法。楚风很快便掌握要领，踏入阵法之中，推动开来。下一刻，楚风来到了一片竹林之中，这片竹林没有一点远古时期的气息，除了楚风脚下之物。楚风此时虽在竹林之中，可其脚下并非土地，而是一座传送阵。这传送阵与刚刚长廊尽头的传送阵一模一样，但传送阵之前却立着一座巨大的石碑，这石碑也并非远古之物，而是这个时代之人所打造。当楚风看到石碑上的内容后，更是倍感诧异。那石碑上面写着13个大字：苍穹仙宗境的擅闯者格杀勿论。苍穹仙宗，九天秘的不是被7界圣府掌控了吗？怎么又会成为苍穹仙宗领地了？还有这里
怎么如此不对劲？我该不会已经不在七界天河了吧？楚风越想越惊，一个时辰跨越天河，这是一件说出去没有人会信的事情。都不说世界与世界的距离了，星域与星域的距离都很是遥远，而天河与天河的距离那更是遥远至极，修为弱者耗尽万年都难以跨越。尤其是七界天河在浩瀚修武界的南域，而苍穹天河则是在浩瀚修武界的西域，他们的距离就更远了。短短一个时辰，从七界天河来到苍穹天河，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可是楚风回想起刚刚所在的传送隧道内那强大到无可匹敌的传送之力，也就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可以实现的了。若真是如此，那九天密地的秘密该不会就是能够短时间内便跨越天河的传送阵吧？想到这里，楚风御空而起，且动用天眼，以此来观察远处，来确定这里到底还是不是九天密地。楚风外表来看虽还是凡人之躯，可他蕴藏的能量早已是下界之人眼中的神灵，尤其天眼之下所视距离更是可怕至极。在楚风的视线中能够看到，竹林之外乃是一片丛林，丛林的尽头处乃是一片海洋，种种迹象都在证明这里好像真的已不是九天密地之内。但楚风无法确定的是，这里到底还是七界天河，还是苍穹天河？忽然楚风神色一动，海洋深处的上空忽然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光芒日明日，四散扩大。紧接着海洋之上掀起了滔天巨浪，随后狂风吹出海域，那靠近海岸的森林皆被连根拔起，随后化为灰烬。没过多久，就连楚风脚下的大地都开始颤动，且越来越强，随后刺耳的轰鸣也是随之而来。下一刻，滔天的涟漪不断在海洋之上绽放，一波接着一波，横扫天际。有人在交战，根据楚风推断，那交战之人所在的方位应该是海洋深处。可是楚风所能看到的海洋，海水正在快速减退，不是海水被吸走了，而是正在蒸发，海水都被蒸发，大海之外的森林也是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这样的破坏力让楚风意识到，那交手之人实力非常之强，这种破坏力多半是真神境的高手。楚风心中有了猜测，这感觉。忽然楚风将目光从那战场回移，移到了不远处的丛林，他发现竹林某处有传送之力波动，于是楚风赶忙动身靠近之后，发现那片竹林的地上插着一把匕首，匕首很是精致，由石头打造而成，源自远古时期，且上面刻写的纹路与刚刚所在的石殿非常相似，多半出自同一人之手。那传送之力正是由着匕首散发而出。猛然间，一道光芒自匕首之中喷涌而出，但一闪即逝。当匕首消失之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匕首之上，那是一名女子。那名女子看到楚风，先是一脸惊愕，旋即眼中杀机毕露，那个眼神分明是要杀死楚风。可下一刻杀意减退，那女子因伤势过重，身子一歪昏死了过去。此时楚风能够看到这女子胸前有一个掌印，这一掌震得她七孔流血，伤势极重，乃是让她昏迷的罪魁祸首。但除了七孔流血之外，女子的脸庞并没有一丝损坏，所以仔细一看，楚风也是有些意外。这女子楚风见过，她身穿青色长袍，虽不是小辈，但长得却很年轻，并且有些姿色，双腿修长，身材极好，韵味十足。别看七孔流血，可依旧难挡美貌，这个姿势躺在地上还有几分妖娆，换作寻常人遇到这种情况多半是没办法做君子了。但好在楚风定力强，并且就算定力不强，楚风也不敢动此女。这女的可不简单，她叫做夏星辰，乃是苍穹仙宗的人。楚风之前在古界的时候见过这夏星辰，当时丹道仙宗也来到古界，那叫一个耀武扬威，但却遭到了夏星辰的鄙夷与羞辱。丹道仙宗虽不如苍穹仙宗，但却也没有甘愿受辱，在夏星辰的轻蔑态度之下，后面还与夏星辰动起手来。这夏星辰别看年龄不大，也就几百岁的样子，但却已是真神境的强者，可能是从一开始就针对丹道仙宗，且实力也足够强大，所以楚风对夏星辰的印象还不错。不曾想会在这里见到他，但转念一想，觉得这里搞不好真的就是苍穹天河了。忽然远处狂风席卷而来，竹林都被吹得摇摇欲坠，但这片竹林不简单，哪怕狂风卷动风云，竹林也是随风而动，但却并没有被拔地而起。很快，一道女子尖锐的声音也是自远方传来：星辰大人，别躲了，你是逃不掉的，你服用了我的毒药，修为只会越来越退化，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也不可能逃掉，还是乖乖随我回去吧。以你的天赋，只要你乖乖认错，宗主大人也是会原谅你的。那声音自海洋之上传来，多半就是与这夏星辰交手之人。见状，楚风赶忙布置一道隐藏阵法，将他与夏星辰都隐藏了起来。虽然此时距离较远，可毕竟对方是真神境强者，若要认真找寻，很快就会找到这里。楚风看了一眼夏星辰，又看了一眼夏星辰旁边的石头匕首，心生一计，他收起那石头匕首，便带着夏星辰远离了这片竹林。夏星辰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的胸口没那么痛了，因为自己正在一座疗伤阵法之内。你醒了。忽然一道男子声音传来，定睛一看，此人正是楚风。夏星辰第一反应就要将楚风制服，可很快他发现他浑身无力，根本无法离开这疗伤阵法，就别说伤害楚风了。前辈，别白费力气了，你服用了修为退化的毒丹，这毒丹还挺厉害，要消散去之前，你修为只会越来越弱。楚风说道。眼见没有力气制服对方，夏星辰也认真打量起来楚风。忽然他美眸发光：小鬼是你啊，我认得你。夏星辰道：是古界的时候见过我吧？楚风道：对，你是那个叫楚风的小鬼吗？我们见过的，虽然你看我的时候我没看你，我看你的时候你也没看我，但也算是见过的对吧？夏星辰咧嘴一笑，大大咧咧的样子全然没有了之前的警惕，就像是见到了老熟人一样，但旋即又想起什么，神色一僵，再度看向楚风：小鬼，
你全没死啊！他可还记得当日古界被清月神殿攻打，他们苍穹仙宗碍于清月神殿的实力也没插手，只是将苍穹仙宗的天才带走便离开了。所以在他看来，里面的人都别想活，自然也包括楚风，当然没死。看来前辈消息并不灵通，居然都没听过晚辈后面的事情。楚风说道。听楚风这样一说，夏星辰也来了兴趣，精致的脸上露出一抹韵味十足的笑容。你还有什么事情与我说说？挺多的，前辈想知道，不如与我交换一下。你先说说，为何苍穹仙宗的人会对你出手？楚风问。可以告诉你，但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出现在我苍穹仙宗的境地的？夏星辰问。听夏星辰这样一说，楚风基本就确定他真的从七界天河来到了苍穹天河，毕竟苍穹仙宗的境地不可能见到其他天河之上吧，那其他霸主势力也不可能允许啊。前辈，你想知道的晚辈都可以告诉你，但有一件事晚辈还想请前辈帮忙。楚风说道。说吧。夏星辰道。那片竹林内的石殿深处需要钥匙才能开启，前辈应该有钥匙吧？楚风问。好小子，你胆子够肥的呀，不仅闯入了禁地，还闯入了那座石殿，不过你一个外人是怎么进去的？夏星辰问。看来前辈真的有钥匙，那前辈能否帮晚辈打开呢？楚风问。你想什么呢？苍穹仙宗的秘密岂能告诉你？夏星辰问。前辈，你现在不是与苍穹仙宗为敌吗？为何还要为他们保守秘密？他们刚刚可是想杀你啊！楚风问。对于楚风所说，夏星辰不以为然，反而是看着楚风思索着什么。忽然他想到了什么，不仅露出玩味的笑容，更是微眯双眼，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小鬼，你有没有趁着我睡着对我做什么？听闻此话，楚风赶忙摊手示意。前辈，虽然晚辈是正常男人，前辈也的确很有姿色，可晚辈早已不是年少轻狂之时，如今很懂分寸，绝不会见色起意。喂，说什么呢？你小子什么思想啊？我说的是有没有趁着我昏睡给我吃毒丹什么的。还有就是什么叫不是年少轻狂之时？意思是你以前做事没有分寸了？夏星辰问。以前确实没啥分寸，不过前辈你可以放心，晚辈并没有趁人之危，绝对没有给你服用毒丹。楚风道。那你怎么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你就如此确定我会帮你？夏星辰道。晚辈是觉得前辈已经修为倒退，根本用不到给前辈服用毒丹，晚辈现在的实力就已是前辈的威胁。楚风说道。我去，敢光明正大威胁我？你这小鬼是不是找死啊？夏星辰面露怒容，但手刚抬起来却又不由笑了。你这小鬼怪有意思的，我怎么越看你越眼熟，并且说话的方式也有点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夏星辰道。像谁？楚风问。楚轩言，你认识吗？夏星辰问。楚轩言，不认识。楚风摇头。什么楚轩言？是楚轩言。夏星辰说话间，直接将楚轩言三个字写了出来。楚风耳朵又不背，当然知道夏星辰说的是什么，他是故意说错，想确定一下的，因为楚轩言那可是自己父亲用过的假名。但楚风为了确定，还是说道：前辈，我的确认识叫楚轩言的人，但这浩瀚修武界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您要不要画一下你认识的那个楚轩言？不然晚辈也无法确定啊。楚风此话一出，那夏星辰直接以手为笔，在地上画出了一个画像，此人正是自己的父亲楚轩辕。但楚风却是连忙摇头：前辈，这个人我不认识。真的？夏星辰有些怀疑，且目光开始从地上的画和楚风的脸上来回移动，可是怎么越看越像，该不会他是你爹吧？夏星辰问。前辈，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有血缘关系，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都不在少数，晚辈与这位前辈只是稍微有一点像而已，你怎么就说我是他儿子呢？楚风说的时候有些委屈。你说的也对。夏星辰撅着嘴巴微微点头。前辈，你与这位楚轩辕前辈是敌是友啊？楚风问。敌人。这个家伙超级混账，比你还不像好人。夏星辰道。啊，前辈您这话说的，我长得挺像好人啊。楚风咧嘴大笑，但心中却感叹，还好没有说实话，且暗道：爹，你也没少树敌啊，难怪要用假名。那前辈，这个楚轩辕到底对您做过什么啊？楚风问。做过什么？不仅抢我宝物，还折磨我，还想杀了我，甚至还对你做了什么？楚风追问道。这个你别管，总之要不是我命大，早就死了。你说他够不够坏？夏星辰问。确实坏。楚风嘴上应承，心里却泛起了嘀咕，自己的父亲应该不是坏人，至少不是恃强凌弱之人，所以除非这夏星辰是坏人，自己父亲对付他也就合情合理，或者是这夏星辰在说谎，在污蔑自己的父亲。那前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楚风又问。其实楚风并没那么关心夏星辰事，楚风只是纯粹的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父亲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好奇啊？你真不认识这楚轩辕？夏星辰眯着双眼，狐疑的看着楚风。真不认识？这不是看前辈说他是前辈的敌人，晚辈想着多了解一下，日后若是遇到，好帮前辈报仇啊。楚风说道。报仇？就凭你这小鬼，还是算了吧。你夏星辰忽然捧腹大笑，仿佛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一样。前辈，那楚轩辕这么强吗？他是什么境界啊？楚风又问，想更多的了解自己父亲的事，哪怕明知道自己父亲现在的修为与当年已经不同，可还是想知道，就是好奇自己父亲的一切。别问了，你还太小了，待修炼个几百年，说不定还有那么一丁点机会。夏星辰再度开口，他的评价虽给了楚风一丝肯定，但更多的却是对楚风父亲的肯定。看来无论是敌是友，至少实力方面，楚风父亲是得到夏星辰的认可了。对了，你不是想进入那石殿吗？我若没猜错，你是想学识殿内的太古冥想法吧？太古冥想法，那石殿深处藏着的叫太古冥想法吗？楚风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询问起来。对，是叫太古冥想法。据说界灵师若是能够掌握，对日后的修炼会有很大的帮助。你若想进去，我可以帮你打开那石门，让你进入石殿深处。不过你要帮我一个忙。
夏星辰道：前辈请讲。楚风道：你是小辈对吗？夏星辰问：是。楚风应道：小辈的话就可以谈谈合作了。你想进入十殿对吧？其实我也想进入十殿。那十殿深处不仅有太古冥想法，还有一座阵法，那座阵法很特别，但能够帮我驱除体内毒药，让我恢复力量。不过我需要你帮忙，因为若是小辈帮忙开启，可以增强阵法力量，只不过这个过程是有一点痛苦的，你需要承受这份痛苦。但你一个大男人，应该不至于一点疼痛都忍受不住吧？夏星辰问。疼痛的话，晚辈挺能忍的。楚风可没吹牛，毅力方面他有绝对自信，所以开启阵法对你来说不难。但你若帮我这个忙，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夏星辰道：潜在的风险？前辈不如直说。楚风问道：那大阵只要开启，我将获得十殿的力量，与十殿相融，但你不会，你还是要留在十殿之中，并且因为阵法所限，在阵法结束之前，你也是无法离开十殿的。简单的说，阵法顺利开启，我将消失，你将被困在十殿之内，处于暴露状态。刚才对我出手的，那是我的侍女，她是没资格进入十殿的，也不知道进入十殿的方法，所以正常来说，你就算被困在十殿内，可你也是安全的。但怕就怕有苍穹仙宗的援军来到，若是来了一个知道如何进入十殿之人，那个时候他看不到我，但却能够看到你。就算不知道你和我的关系，但你一个外人闯入苍穹仙宗境的，你想想你会是什么下场？都不说你能不能活，就算你能活下来，你也将会得罪苍穹仙宗。苍穹仙宗是什么势力？你应该清楚吧？你自己说说，是不是非常危险？夏星辰问道。的确。楚风点头表示赞同，但旋即又问：前辈需要多久的时间开启阵法？我自己开启需要1个时辰，若是你配合得好，可能会小于1个时辰。阵法开启之后，我需要多久能彻底恢复？这个便无法确定了。快的话1个时辰，慢的话可能要10个时辰。夏星辰道：阵法开启后，前辈与十殿相融，而我则不能离开大殿。那若是我死了，阵法会终止吗？楚风问。只要顺利开启，你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阵法不会终止，但你就是无法离开十殿。至于为何，我也不清楚。当然，按理来说，苍穹仙宗援军应该没有那么快到。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且发生的概率很低很低。但咱们既然要合作，我就需要告诉你可能存在的风险，对吧？夏星辰道：前辈所言极是，不过晚辈还有一个疑问，那个追杀你的人，他就算无法进入十殿，但应该知道十殿的存在吧？他既然知道十殿的存在，且他又没资格进入十殿，那他也应该会猜测到你可能会躲入十殿之中。现在他应该会暗中在十殿入口守着。我们要如何进入十殿呢？楚风问。这个你不用担心，你既进入过十殿，就应该知道进入十殿是用传送阵法的。但进入十殿的传送阵可不止竹林中的一个，你若愿意与我合作，我完全可以带你进入十殿。夏星辰道：走。楚风说话间便收起了那疗伤阵法，如此果断，真就不怕苍穹仙宗？夏星辰诧异，没想到楚风如此胆大。怕，但怕和不敢是两回事。这天下间有我怕的事，但没有我不敢做的事。楚风道：哟，你这小鬼有意思。不过你真的不认识楚轩言？我可不会与楚轩言的后人合作，你千万别骗我。夏星辰又问：前辈真的不认识啊？楚风有些无奈。这夏星辰对自己的父亲仿佛有种执念。这样做个测试。夏星辰道：测试？什么测试？楚风不解，手伸过来。夏星辰道：见状，楚风虽不解，倒是将手伸了过去，而夏星辰指甲划过楚风手指，使得楚风指尖鲜血流出，旋即右手袖子甩开，露出了自己雪白的手腕。楚风鲜血滴入夏星辰的手腕，竟瞬息被吞噬。见此情形，楚风心中一紧。夏星辰的手腕看不出什么，但明显不简单，不然怎么会吞噬自己的鲜血？该不会他真的有测试的手段吧？而就在此时，夏星辰猛然抬头，看向楚风的眼神非常的冰冷，嘴角更是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小鬼，还敢骗我？前辈，我骗你什么了？楚风问。我这测试已经有了测试结果，你乃楚轩言后人。夏星辰道：前辈，你这测试不准吧？楚风一脸委屈，既然一开始没承认，那就要不承认到底。毕竟楚风也不了解这夏星辰，倘若真是与自己父亲是敌人，回头等他恢复了，对自己下手可怎么办？并且按照楚风的经验，夏星辰多半是在吓唬他，他根本没有测试。而见楚风如此，那夏星辰脸上的笑容变了。哈哈，逗你的，还行还行，挺有立场，没被我吓到。既然你真的不认识楚轩言，那我们便可以合作。见夏星辰这样说，楚风也是松了一口气，这女人果然狡诈，但好在楚风也不是小白菜，没有被他炸出来。来，我为你引路。随后夏星辰便真的为楚风指引路线，按照他的指引，很快他带着楚风来到一座石林之中，这里有着一块石头，乍一看不起眼，可若仔细观看，可以发现它也是一座传送阵法。这座传送阵法是我无意间发现的，整个苍穹仙宗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夏星辰得意的道：那前辈开启吧。楚风道：小鬼，你看不出来我现在太虚弱了吗？你来开启，别装，你都进入过十殿，肯定知道开启他的方法。夏星辰道。见状，楚风也不怠慢，便使用了在十殿内习得的催动传送阵法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在这里也果然有效。传送之力覆盖之下，楚风与夏星辰都是来到了那十殿内的传送阵之上。二人深入，很快便来到了那巨门所在的大殿。从入口进入，那立于大殿以中心的巨门更加引人瞩目。前辈，这道门好像很不简单，又是太古之物，可知它有何威能？楚风询问道。其实他已知此门作用是与九天密地内相连的传送阵，但毕竟这座十殿已被苍穹仙宗掌控，所以楚风想打探一下，对于这道门苍穹仙宗了解多少。
不知道这座遗迹也不是我苍穹仙宗建造的，而是远古时期的人建造，后面被我苍穹仙宗挖掘的而已。至于这道门，我们也研究过，此门本身是件至宝，但有何威能自看不出来，也不知该如何催动它。虽然知道它不简单，可却也不知道怎么用，最关键还拿不走，只能放于此处。想必这石殿的建造者也是因为此门无法移动，又想将此门占为己有，所以才干脆打造了这座石殿，将此门隐藏起来吧。夏星辰道。而听到他的猜测，楚风几乎确定苍穹仙宗的确不清楚此门的用处，自然而然的，他们也不可能将此门与九天秘的联系到一起。但是楚风对九天秘的已经有了猜想，楚风觉得九天秘的很可能就是一个太古时期的传送阵法，只不过这个传送阵非其他传送阵可比，它的速度快到离谱，从七界天河来到苍穹天河只需1个时辰，这是一件说出去别人都不会相信的事情。当然这只是楚风的猜测，毕竟他目前对九天秘地掌握的也就这么多。而此时夏星辰走到了大殿最深处的石门面前，且在其手中出现了一把石头钥匙。只是看到那石头钥匙的一刻，楚风便意识到想打开这石殿深处的石门并不简单，开门似乎还有说法。果然夏星辰握住将石头钥匙，将钥匙转动了一下后，只听咔嚓一声，那石门就已经活了，可以推开。但夏星辰没有推开，而是又扭动了一下。这一下之后，那石门内散发出了强大的阵法力量，石门也是散发阵阵微光，但夏星辰的脸色却变得难看起来。刚刚那下他似乎付出了些什么，可夏星辰却又开始转动钥匙，这一次转动显得极其费力，不仅脸色越发难看，更是紧咬牙关。虽然他一个痛字都没有说，一声都没吭，可看他那紧绷的身体且肉眼可见虚弱的气息，楚风知道开启这石门，夏星辰正在耗费着自己的血脉之力。终于第3次转动完成，整个石门光芒大生，那上面的符咒纹路宛如活了一半，在门内快速游走，似在欢呼雀跃，迎接着什么。可夏星辰却是连站都站不稳。见状，楚风赶忙上前搀扶住了夏星辰。前辈，你怎么样？哟，还挺会关心人。夏星辰此时脸色苍白如纸，嘴巴一点血色都没有，可看着楚风却露出一抹笑容。这女子大大咧咧的，是那种一点都不矫情的类型，性格倒是蛮讨人喜欢的。前辈多谢了。楚风说道。谢什么？其实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石殿内的阵法而来，就算你不与我合作，我也要来开启它。我只是顺路带你进来，你这小鬼吃了大亏了。夏星辰道。但楚风知道夏星辰其实在说谎，他对楚风的帮助可不只是顺路。那钥匙转动3次，第1次转动便已经开门，踏入石门之后的大殿。第2次他触发了门内的阵法，但让他如此虚弱的却是第3次转动钥匙，而也恰恰是那一次触发了所谓的太古冥想法。夏星辰为帮楚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楚风虽然心中知晓，但却没再说什么，而是取出一颗丹药递给夏星辰。前辈，将这个服下，能缓解你受损的血脉。楚风将丹药递给了夏星辰，夏星辰接过丹药，看出了丹药的价值不菲，神色不由变化。别管我了，进去看吧，不过你可能会失望，因为太古冥想法很难领悟。夏星辰道。楚风笑了笑，没再说话，而是推开石门。石门推开那一刹那，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门内七彩光芒宛如流水一般浮动，而成千上万的符咒纹路宛如鱼儿一般在那七彩光芒中游荡。那幅现在眼前的仿佛是一个界灵师的幻象世界。小鬼，你是界灵师，知道怎么做吧？夏星辰问。晚辈知道。楚风踏入大殿，盘膝坐下，闭上眼眸，随后捏动法诀。下一刻，大殿内缓慢游动的符咒纹路如发动的箭矢一般，齐刷刷的向楚风飞掠而去，融入楚风体内。见此一幕，原本想要疗伤的夏星辰顿时美眸瞪得溜圆，连红唇也是微微张开。他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也不是第一次见到那殿内的景象，可如眼前这样的景象，他却是第一次见。伴随结界符咒与纹路入体，完整的太古冥想法也正在被楚风所了解，因此楚风也是知道，眼下乃不容错过的机会。太古冥想法其实就是一种功法，只不过它是为界灵师所量身打造，需要长期来修炼。但是在初次得到太古冥想法的时候，是有一次额外获得好处的机会，若是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精神力便将在此刻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这种精神力的提升很特别。总之对于楚风而言，那是好处多多。而楚风抓住了这次机会，所以当太古冥想法全部进入楚风体内后，楚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睁开眼眸。楚风动用了天眼，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天眼比之前变得更强，但变强的不仅仅是天眼，楚风的感应力也随之变强，甚至对结界的掌控力也是增强。不过这只是出的太古冥想法所获得的好处，后续仍会得到好处。太古冥想法的好处乃是持之以恒的，只要楚风日后多多修炼，自己的精神力还会增强。虽说不能直接让楚风的界灵师境界增强，但是精神力增强却也是界灵师提升境界的基础，就类似修武积攒武力，只要武力积攒足够，再能够领悟足够突破契机，便可突破。界灵师修炼也是如此，只不过界灵师基础的不是武力，而是精神力，所以若只是领悟契机，却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也是无法突破的。获得此法好处乃是长期的，有如此功法在身，楚风日后在结界之术方面的修炼自然是如虎添翼。楚风起身看向身后的夏星辰，只是表情却很凝重。难道你也没成功？夏星辰问。楚风没有说话，而是叹息一声，没事的小鬼，这太古冥想法本就很难领悟，对比其他人你已经很好了。这样吧，我也不占你便宜，我带你来本就是顺路，既然你未能领悟太古冥想法，你也就不用帮我了，你直接走吧。夏星辰说道。可楚风却忽然笑了。前辈，
那可要让你失望了。你这个忙，晚辈可是帮定了。你这小鬼，真不用。我夏星辰从不占别人便宜。夏星辰的第一反应便是拒绝楚风，可是看着楚风那略带坏意的笑容后，他忽然明白了什么。小鬼，你这笑容不对啊，难道你掌握了？夏星辰眨动美眸，他仍有些不确定，这太古冥想法的确是好东西。楚风咧嘴笑道，你这小鬼，既然领悟了太古冥想法，那为何不直接说？夏星辰又气又喜，走到楚风身前，捶了楚风胳膊一下，前辈冤枉，我也没说我没有领悟啊。楚风委屈道，少平，我刚刚问你，你不说话也就算了，还叹气，分明就是想表达你没有领悟。不过你真的有些让我意外啊，你知道吗？楚风，这太古冥想法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领悟，你是第一个。夏星辰道，难道七界圣府的人也无法领悟？楚风问，当然不是，七界圣府的人怎么可能来到这里？七界圣府虽是七界天河的霸主，看似与苍穹仙宗井水不犯河水，但实际上都是潜在的对手。苍穹仙宗发现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与七界圣府共享？那不是成全了七界圣府，壮大了对手的实力？七界圣府根本不知道太古冥想法的存在，不然你都可以领悟的话，七界圣府的那些天才多半也能领悟吧？但夏星辰后面这句话说的时候很是犹豫，有些不确定，旋即问道，七界圣府那些小辈会不会也不如你？不清楚。楚风笑道，小样吧，还挺谦虚，我也见过七界圣府的小辈，那个凌霄我都见过，虽然他的界灵之术的确不是我苍穹仙宗的后辈可比的，但说实话，他给我的感觉不如你惊艳。夏星辰道，多谢前辈认可，但前辈也是真的有眼光。楚风说道，你也别骄傲，这个世界绝对不止你一个人能够领悟这太古冥想法，就算我也能够确定，只要七界圣府的那个人能来到此地，他定然能够领悟。夏星辰又道，谁？楚风问。界染清。夏星辰道，那是一定，界染清大人绝对可以。楚风笑道，但旋即又道，前辈不如现在开始吧。楚风的意思自然是帮助夏星辰催动阵法。小鬼真的很痛哦。夏星辰道，前辈开始吧，时间久了你苍穹仙宗的援兵可能真的就到了。楚风说道，好吧，那我可就开始了。夏星辰说话间便又拿出了一块石头令牌，那石头令牌也是此地之物，只不过它的珍贵程度明显比那石头钥匙还要贵重。这石头令牌本身就是一件至宝，蕴藏极为强大的阵法力量。手握石头令牌，大殿四周的墙壁便光芒普照，无数印记浮现而出，喷射出结界之力，结界之力相互交融，很快一座阵法的雏形便浮现而出。见状，楚风来到一处，旋即便盘膝坐下。小鬼，你怎么知道那是阵眼？夏星辰有些意外，因为这里的阵法很特别，如今雏形都算不上，按理来说楚风找不到阵眼才对。前辈，我连太古冥想法都获得了，对于此殿自然也就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这么说来，你已经有所了解了，那没有我，你能催动此阵吗？夏星辰问。可以试试。楚风微微一笑，旋即捏动法诀，下一刻，那大阵力量真的开始被他调动。在楚风的法诀加持下，阵法开始向完整形成。看着这样的楚风，夏星辰一时之间有些恍惚，这强大的领悟力让他回想起了当初的那个身影。只是不同的是，那个男人展现的是修武方面的天赋，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展现的则是结界之术的天赋。但很快，夏星辰笑了，笑得意味深长，他紧握住了手中的石头令牌。小鬼，少出风头，这里的可是我的主场。夏星辰捏动法诀，手中石头令牌光芒大盛，强大的结界之力自石头令牌释放而出，与大殿阵法相互交融。这种情况下，这阵法完成的速度也明显更快。二人配合之下，还不到半炷香的时间，这阵法便已完成。看着这完成的阵法，夏星辰也是目露惊喜。这十殿阵法他也早就见过多次，但这一次却是他见过最强大的阵法。哪怕有一次宗主用了2块石头令牌来催动阵法，那威势也不如此时的阵法强大。于是夏星辰看向楚风，小鬼真的蛮有两下子的。他知道阵法能增强到这种地步，不是因为他手中的石头令牌，也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楚风。倘若他的石头令牌能决定这阵法的下限，那么楚风则决定了这阵法的上限，并且将这阵法推上了他苍穹仙宗从未触发过的高度。前辈安心修炼。楚风说道。修炼。听闻这2个字，夏星辰先是一愣，旋即又笑了。看来你对于此阵真的有所了解，竟知道它不仅可以用来疗伤。当然我说过，我对这里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楚风在先前获取太古冥想法的同时，的确也了解了关于十殿的其他信息。这座十殿虽围绕那座与九天秘的有关的巨门而建，但十殿本身也是拥有着毋庸置疑的宝藏。比如眼下楚风与夏星辰开启的修炼阵法，便是这座十殿内第2好的宝藏。至于最好的宝藏，其实就是楚风已经习得的太古冥想法。太古冥想法的珍贵程度，放到七界圣府，那也是不可外传的镇府之宝，并且是最高级别的那种镇府之宝。而这十殿内的太古冥想法，其实只供一个人习的，楚风就是这个人。所以楚风坚信夏星辰的话，他是第一个习得太古冥想法的人。因为若是之前有人习得，那么楚风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至于这修炼阵法，虽不像太古冥想法一样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取，但这修炼阵法的使用次数却也是有限的。根据楚风对这阵法的观察和判断，这里的阵法力量也是源于宝物。这大殿墙壁上的那些印记，就是这阵法力量的源泉。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印记的力量都已经被消耗光了。如今这大殿墙壁上的印记仍是密密麻麻，可还有力量的印记只剩下3个。而刚刚楚风将剩余的3个印记内之力量全部触发，所以这修炼阵法才会变得如此强大。也正因如此，以后这里将再也找不到这修炼阵法的踪迹，就算拿着石头令牌来也是没用了，毕竟阵法的源泉都已经干枯了。小鬼，
那便劳烦你了。夏星辰捏动法诀，阵法内有传送之力浮现。当传送之力消失那一刻，夏星辰消失了，这阵法也消失了，大殿恢复平静，除了楚风以及四周墙壁那复杂的印记之外，便什么都没有，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楚风知道，夏星辰此时就在大殿内的一个印记之内，那个印记正是催动这阵法力量的3个印记之一，外人是根本看不出来的。但是楚风知道具体是哪一个，若是楚风愿意，他有办法破坏那印记，且只要破坏了印记，也就破坏了阵法。阵法若是破坏，夏星辰必然会遭受到反噬，但这件事只有楚风能够做到，因为楚风现在便是这阵法的阵眼，这也是为何他无法离开大殿的原因。这是一种很复杂的阵法，但威力也是极强的。楚风能感觉到夏星辰此时的修为正在快速恢复，很快便达到了3品真神的地步。3品真神便是夏星辰的真实修为，但夏星辰仍在修炼，他修炼的方向并非是提升修为，而是将某种功法修炼到极致。楚风能够感觉到夏星辰修炼的这个功法非常强大，希望苍穹仙宗的元君慢一点来吧。楚风现在不仅无法离开这座大殿，还无法施展结界之力，也就等于没有任何隐藏手段可以施展。若是这个时候苍穹仙宗的元君进入这里，那楚风可就必死无疑了。忽然楚风脸色变化，不由得看向了这10殿入口的方向。不会这么倒霉吧？他能感觉到入口的传送阵法正在被运转，很快2道身影便出现在了大殿之外。其中一名女子虽不是小辈，但也很年轻，她长得同样有着几分姿色，长发梳成一个道菇头，而另外一位是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的头上四周头发茂密，但唯有中间光秃秃的，是一个秃顶。这老头骨瘦如柴，跟干尸差不多，但眼神却比饿狼还要凶狠，一看就不是善类。并且这2位都穿着苍穹仙宗的长袍，腰间挂着苍穹仙宗的令牌。但楚风注意到那老头的令牌不简单，写着刑罚堂堂主5个大字。你是何人？怎会进入我苍穹仙宗禁地？那女子说话间，一股强大的威压便从天而降，直接将楚风压迫的趴在了地上。而听她的声音，楚风便知道她便是夏星辰的婢女。住手！可此时那秃顶老头却摆了摆手。秃顶老头此时从另一个大殿走入楚风所在的大殿内，他先是谨慎打量了一眼墙壁上的印记，旋即便亲手将楚风搀扶了起来。小友不知尊姓大名？秃顶老头问。楚风。事已至此，楚风觉得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了。楚风。秃顶老头似是想到了什么，不由认真打量起楚风，忽然眼前一亮，老夫想起来了，原来你是楚风小友。老夫知道你与图腾龙族的少主龙成宇是好友，但老夫并没听过楚风小友交友如此广泛，竟连我苍穹仙宗的夏星辰也是你的好友啊。秃顶老头道。秃顶老头此话一出，那夏星辰的婢女也是反应过来，不由得指向楚风，是你将夏星辰救走了。见状，秃顶老头看了一眼夏星辰婢女，目光强势。夏星辰婢女吓得身躯一抖，赶忙闭嘴。我不认识夏星辰，来到此地纯属巧合。楚风说道。既然不认识，那就算了，看在你认识图腾龙族少主的面子上，老夫也不追究你来到此地。小友你走吧。秃顶老头说道。既然你都不追究了，我也不急着走，研究研究。楚风说话间打量起大殿墙壁上的印记，可那秃顶老头则是仰头大笑起来。小友忘记自我介绍了，老夫名为秦长虹，乃苍穹仙宗刑罚堂堂主，修武已有23937年，修为如今5品真神境。5品真神在我苍穹仙宗来说虽也不弱，但绝非顶尖行列，可刑罚堂却是重中之重。小友可知为何我能以5品真神境的修为坐上刑罚堂堂主的位子？秃顶老头故弄玄虚的看着楚风，楚风面容平静，却还是配合的问道。为何？因为老夫天生冷血，且精通惩罚于人之道。话到此处，这秃顶老头大袖一挥，无数刑具浮现，漂浮在其身前。不仅是刑具，还有各种毒虫，甚至还有一个高达30米的恐怖生物。那生物体态4躯，但身上却长满了类似蜈蚣触手一般的黑色爪子，看上去十分恶心。小友，老夫知道你不肯离开大殿，不是你不想走，而是你走不了，因为你帮助夏星辰开启了10殿内的阵法。不过小友必然不知事情全貌，多半是被夏星辰所误导。10殿阵法威力强大，但需10殿令牌才能开启，而10殿令牌数量有限，且用一次少一次。正因如此，连我苍穹仙宗历代宗主都不会随意开启此阵进行修炼，其他人自然更是没有资格来到这里进行修炼。所以你应该清楚，夏星辰那10殿令牌是从何所得了吧？他是偷来的，盗取我宗之宝，擅闯我宗禁殿，开启唯有宗主大人才能开启的修炼阵法，这皆是叛宗重罪，应当处斩。但小友，你不知全貌，可千万不要被他牵连。只要你帮助老夫中断这阵法，将夏星辰逼出来，老夫可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对你不予追究。秃顶老头说道。原来那夏星辰是偷来的令牌啊，我之前真不知晓，的确是被他骗了。不过我虽帮他开启了阵法，但的确不知道该如何中断阵法。楚风说道。可见楚风如此，那秃顶老头却笑了，他这一笑露出满口黄牙，笑容阴森，笑声渗人。小友，你若是如此，那可就没意思了。秃顶老头凝视楚风，目光逐渐阴冷。我没骗你，我真的不知道如何中断这阵法，这个阵法根本没办法中断吧？你是苍穹仙宗的人，你应该最清楚啊。楚风说道。那老头眼中阴狠不减，但却意味深长的笑了一下，旋即伸出苍老的手掌，对着那漂浮在半空的刑具一一抚摸，一边抚摸一边说道。根据10殿记载，若无小辈作为阵眼，的确无法中断，但若有小辈能够作为阵眼，阵法不仅增强，阵法也是可以中断的。小友身为阵眼，且融合得如此完美，怎么可能不知？看来小友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想要领教一下。
老夫折磨人的手段了。老头邪恶一笑，旋即手掌落在一把布满倒刺的匕首之上，下一刻便来到楚风身前。只听噗的一声，那匕首直接动进了楚风的胸膛，可胸膛被匕首贯穿，楚风不仅没有喊叫，反而看着近在眼前的秃顶老头，讽刺一笑：老头，看来你徒有虚名啊，你会知道老夫是否徒有虚名的。那秃顶老头邪恶一笑，但那丑陋的眼睛中却有着绝对的自信。转眼间一个时辰过去，夏星辰婢女依旧站在那里，但那满是惊讶的眼睛却凝视着大殿深处那只怪物。已经进入大殿深处，怪物此时周身释放出血红气焰，而他身上如蜈蚣触手的爪子，竟也是可以伸缩的。那些爪子已全部伸出，刺入了一个血肉模糊的身躯之中。此人正是楚风。经过一个时辰的折磨，楚风早已遍体鳞伤，甚至正常来说，以楚风所经历的折磨，他的肉身早已该彻底碎裂，化成血水。是那个秃顶老头一边折磨楚风，又一边为楚风疗伤，让楚风始终保持在清醒状态来感受他的折磨。可哪怕如此，楚风却始终不肯终止阵法。秃顶老头法诀变化，那怪物的倒刺便将楚风从地上硬生生的提到了半空。这一刻，楚风身上的血水大片落下，这一刻的他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更像是一团模糊的肉。可偏偏楚风还有清晰的意识。小友，你是真的能抗，但为了夏星辰，值得吗？你们到底是何关系？难道他是你师尊不成？那秃顶老头对楚风问道。楚风发出了一声轻笑，虽然很虚弱，但还是说道：老头，你知道吗？我现在完全可以杀了你，知道我为何不杀你吗？秃顶老头自然不信楚风的话，但还是戏谑地问道：为何？因为你不配。楚风此话说完，一口血水吐出，喷向秃顶老头，但秃顶老头身形一闪，便将其躲过。小友，嘴硬没有用，修武界靠的从来都不是嘴巴，而是本领。你的确能忍，但你也的确该死。你以为你在这里忍着是浪费老夫的时间？不，你是在加快你的死亡。而现在老夫的耐心已经被你耗光殆尽，你也该死了。秃顶老头此话说完，眼中便涌现出了杀机。可楚风的一句话却让他暂且没有动手。可惜了。楚风道。可惜什么？秃顶老头不解。可惜要用在你的身上。楚风说道。小友，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你的胡言乱语就去说给阎王听吧。老头说话间，杀机四溢，便要杀掉楚风。可忽然大殿剧烈一颤，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涟漪自大殿肆虐，夏星辰的婢女直接被这股涟漪震飞开来，狠狠地撞在大殿墙壁上，落地之时七孔流血，浑身骨头都已碎裂，几乎只剩下了一口气。而当他抬头望向楚风所在的大殿，眼中顿时恐惧涌现。只见那秃顶老头躺在地上，一只脚踩在那秃顶老头的脑袋上，乃是夏星辰。只不过此时的夏星辰修为已不是3品真神，而是5品真神。你的修为，就连秃顶老头也慌了。老东西，你不是找我吗？现在我就站在你面前，你慌什么？夏星辰冷冷地问道。夏星辰手掌一指，将楚风身后的怪物轰成了粉碎，同时一个散发白光的瓷碗浮现，铜碗为透明状，因此看得清楚。那瓷碗将楚风笼罩，强大的药力与阵法开始融入楚风体内，为楚风疗伤。那是一件疗伤至宝，但只能使用一次。而看到此时的夏星辰，楚风也知道他不用触发守护阵法，多半也能够逃过此劫了。此时的夏星辰周身萦绕气焰，那气焰很美，但却也蕴藏极为强大的气场。正是那气焰让夏星辰的修为从3品真神提升到了5品真神的境界。苍穹仙法，你不仅盗取了10殿令牌，还盗取了苍穹仙法。夏星辰，你真是胆大包天，罪该万死。秃顶老头尽管被踩着脑袋，可还是能够看清此时的夏星辰，正因看得清楚，他才如此慌张。完整的苍穹仙法被外人所得，怎能不慌？老东西，你说的是什么屁话？苍穹仙法，苍穹仙宗每个人都有修炼，怎么可以说我偷的？莫非苍穹仙宗给宗人修炼的苍穹仙法乃是不完整的？难怪我之前修为受到限制，但修炼了这本苍穹仙法之后，就全然不同了。夏星辰的道。夏星辰，你少阴阳怪气，难怪你要叛宗。你犯下如此重罪，就算你天赋再好，宗主也不会放过你。那秃顶老头此话说完，周身也是涌现出磅礴气焰，其修为从5品真神提升到了6品真神的地步。可那秃顶老头刚要起身，又被夏星辰一脚踩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见夏星辰周身的气焰直冲天际，而大殿上方所见之处，竟有漫天星辰浮现。异象，强大的仙法已经产生异象，这也就是在大殿之内。若是大殿之外，景象更加壮观。而这种情况下，夏星辰的修为再度提升，已是6品真神境。真神境连续提升3品修为，你竟将苍穹仙法修炼至如此地步？秃顶老头表情复杂，又惊又恐，很吃惊吗？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本来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奈何出现了一个叛徒。话到此处，夏星辰看向了他的婢女，见状，他婢女也意识到不妙，转身就想逃跑。他身体的却动了，只是没有向殿外移动，而是倒飞而去，落入了夏星辰的手掌之中。夏星辰的手掌紧紧地锁着那婢女的脖子，旋即看向被踩在脚下的秃顶老头。是我这婢女告诉你我要离开苍穹仙宗以及我行踪的吧？而你想贪功，便独自一人来到这里找我。只是可惜你低估了我夏星辰的本领。你这老东西虽修炼了2万多年，但靠天才地宝强行提升的修为，怎能与我相比？夏星辰讽刺的道。夏星辰，论天赋，老夫的确远不如你，甚至宗主当年也不如你。你回想一下，我苍穹仙宗的确在尽全力培养于你啊。秃顶老头道。给我修炼的仙法都是不完整的，这就叫做全力培养。夏星辰冷笑。是，你说的没错，但你仔细看看，老夫虽是秦姓之人，可老夫修炼的也并非完整的苍穹仙法。完整的苍穹仙法
唯有宗主可以修炼。你有如此天赋，日后是有这个机会坐上宗主之位的。你其实现在回头还来得及。那秃顶老头道：真的来得及吗？刚刚你不是还说，若是宗主知道我偷偷习得了完整的苍穹仙法，宗主一定不会放过我吗？真当我夏星辰是3岁小孩，要被你们一直利用吗？夏星辰此话说完，眼中狠色浮现，只见其脚便猛然发力，想要将那秃顶老头直接踩死。只是秃顶老头体内光芒流转，不仅挡下了夏星辰的抹杀一击，更是有传送之力浮现。那是，此时夏星辰才发现，不知何时那老头手中出现了一个石头令牌。那石头令牌并非是开启十殿阵法的令牌，但却也是十殿的宝物，拥有着传送之力。夏星辰背叛我苍穹仙宗，这浩瀚修武界将无你容身之日。还有这个楚风，他与你为伍，也是必死无疑。图腾龙族也保不住他。那秃顶老头的声音回荡于大殿之内，可此时的秃顶老头却已然不见。但对此夏星辰也不意外，那老头毕竟是刑罚堂堂主，虽修为不是特别强，但地位很高，有如此脱身的宝物也是正常。于是看向了手掌之中的婢女，你本是婢女，可我却与你共享我所有修炼资源，若非我如此待你，你就算有天赋也不会有今日修为。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可你却背叛了我。我对你那么好，我们有几百年的感情，可你对我却还远不如一个我刚刚认识的小友讲义气。你知道我有多么失望？大人，是我鬼迷心窍，我对不起你，我知错了，我真的知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吧。婢女满脸泪水，苦苦哀求。而看着这样的婢女，夏星辰眼中也有些动容。若没有真情实感，若不是真的信任，他也不会将离开苍穹仙宗的事情告诉这个婢女。她于他心中根本不是婢女，而是从小一同长大的姐妹。他不是知错了，他只是知道他要死了，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是会背叛你，并且不给你一点机会。就在此时，楚风的声音响起，那疗伤的瓷丸已经消散，而楚风的肉身则已恢复，虽然还很虚弱，但根基却并未受损。你说的对。夏星辰看了楚风一眼，便立刻将目光收回，但他也没再看那婢女。随后只见其手掌握紧，只听咔嚓一声，他那婢女的脖子便被其扭断，命丧于此。前辈，他的本源能给我吗？楚风问。毕竟是真神境，这本源对于界灵而言还是挺香的，都给你。夏星辰没看楚风，但却大袖一挥，将那婢女的尸体丢向了楚风。楚风探手一抓，便直接将那女子炼化，本源被其收走，但其身上的宝物，楚风却全部收入一个乾坤袋，且走到夏星辰面前，递给了夏星辰。前辈，这些给你，说了都给你，你可别跟我墨迹。夏星辰看了一眼楚风，便赶忙转过身去，并且此时脸颊也变得通红。前辈，这个我真不能要。楚风则是又来到夏星辰面前。哎呀，臭小鬼，你有病是不是？东西要不要都另说，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真不把我当外人啊？我也就比你大几百岁而已，而且我还单身呢，小心我对你兽性大发。夏星辰忽然大声咆哮起来，但此话说完，还是立刻转过身去。啊，不好意思，一心想要本源，忘记衣服都被那秃顶打掉了。楚风低头一看，挠头尬笑，他意识到自己虽肉身恢复，但却的确没穿衣服，自己这近乎完美的身躯展现在夏星辰面前，难怪他会脸红。别说他了，自己看了都脸红。楚风大袖一挥，一件全新的衣衫便穿在了身上，这才又走到夏星辰面前。前辈，楚风又将那乾坤袋递上，可夏星辰接过乾坤袋后，却又塞入楚风的衣服里。行了，说归你就归你，再废话我打你了哦。那便多谢前辈了。见夏星辰态度坚决，楚风也是干脆笑着收下。可听到楚风说多谢二字，夏星辰却是小脸一僵，闪烁的目光中尽显惭愧。他在阵法之中其实也是能够观察到大殿情况的，因此他知道那秃顶老头的到来，也知道楚风所受的折磨，那折磨可是不轻。但若不是他想要尽可能的通过这修炼阵法完成苍穹仙法的掌握，楚风其实可以少受一些苦，所以他才惭愧。但看着此时的楚风，他却又感到诧异。小鬼，你怎么和个没事人一样？夏星辰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楚风肉身已无大碍，就连气息也在快速恢复。惭愧归惭愧，但楚风好像真的没啥事，皮外伤罢了，没事很正常。楚风大嘴一咧，笑得大大咧咧。什么？你管那叫皮外伤？夏星辰美眸眨动，感觉不可思议。不是皮外伤又是啥？那秃顶老头想让我保持清醒，根本没有真的毁坏我灵魂吗？只是将痛感注入灵魂罢了，难道这还不算皮外伤？而我刚好皮糙肉厚，天生抗打。楚风道，你这小鬼可不止皮糙肉厚，内心也很强大。夏星辰道，因为他清楚那老头的手段，那秃顶老头可没吹牛，他能坐上苍穹仙宗刑罚堂堂主之位，靠的的确不是修为，而是折磨人的手段。在他的严刑逼供之下，几乎没几个人能够不交代事情。而楚风说的也没错，秃顶老头折磨人的手段的确不会直接损伤灵魂，但那种痛苦，那种刑罚手段对心灵的冲击极大，甚至就算有人疯癫能够治好，可也会因为留下心魔，从而断送日后的前程。但楚风却真的啥事都没有。前辈说的对，我这个人内心确实挺强大的，但前辈你实话实说，刚刚晚辈表现不错吧？楚风得意地问。很不错。夏星辰道，若是前辈觉得晚辈表现还可以，那晚辈有一件事想问前辈，还请前辈能告知实情。楚风说道，是想知道我为何离开苍穹仙宗吗？夏星辰问。刚刚你与那秃顶老头交谈，难道并非全貌？楚风问。并非全貌，但你若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可你一定要保密，因为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所以我离开苍穹仙宗的全貌，连我那婢女都不知晓。夏星辰道，前辈，其实晚辈想问另外一件事。楚风说道。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夏星辰问。你与楚轩言真的是敌人吗？楚风问。见楚风还在好奇此事，夏星辰意味深长地笑了。那你真不认识楚轩言吗？其实晚辈认识，
他是我父亲。楚风道。只是听闻楚风的话，夏星辰却并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了。对此，楚风也不意外，而是道：看来前辈真的有测试的方法。你的手腕处难道有与我父亲相关的东西？楚风刚开始是不相信夏星辰有测试的方法，后面之所以相信，是夏星辰对楚风的态度。夏星辰开启十殿最后一道门，帮楚风开启太古冥想法的时候，对他消耗其实极大，那消耗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的。修武者而言，乃是大忌。楚风与他没有任何交情，他没理由这样帮楚风，但这只是其一。后面帮助楚风开启太古冥想法后，居然还劝楚风直接离开，不想让楚风帮自己了，这就更奇怪了，就等于是白帮楚风，而不想让楚风付出。所以楚风猜测，夏星辰可能真的通过那测试，确定了自己是楚轩辕的儿子。正因确定这一点，他才如此帮自己，不是看自己的面子，而是看自己父亲的面子。也正因有了这个猜测，楚风后面才扛着折磨，也不出卖夏星辰。你先说，之前为何不承认？夏星辰问。事出有因，还请前辈见谅。楚风道：无碍，你父亲的确是我的敌人，我没骗你，但你也说对了，我这里的确有你父亲留下的东西，只不过这是威胁我的东西。夏星辰说话间，将手伸向了楚风。楚风心领神会，用手摸向了夏星辰的手腕，只是楚风什么都感觉不到。于是楚风将手掌收回，另一只手握势放结界之力，凝聚出一把匕首，将手掌割伤。当鲜血流出之后，再度握住了夏星辰的手腕，鲜血快速涌入其手腕之中。同时，楚风也能够感觉到夏星辰的手腕处藏着一个东西，似虫非虫，似物非物，拥有不菲的杀伤力，但却也是极为久远之物，来自远古时期我父亲留下的。楚风抬头看向夏星辰，此物本是远古遗迹的一件宝物，认主于你父亲后，你父亲埋藏在了我手腕的灵魂中，此物隐藏性极强，除了我，也只有他和他的后人能够感应到。夏星辰道：前辈，你与我父亲到底有何恩怨？楚风眉头微皱，他能感觉到那件东西威力极强，哪怕夏星辰3品真神，修为可达到6品真神，恐怕也难以脱身。能有啥？无非就是珍宝，本来就不认识嘛，遇到宝物当然要争个你死我活。于是都各自使用了点手段，便结下了仇怨。后来我败了，就这样了。夏星辰摆弄着自己的手腕，明明那里藏着的是对他生命有威胁的东西，可他笑得很无所谓。那你为何还要如此帮我？楚风问。你父亲威胁我，就是想我与他合作，虽我不情愿，但为了保命，倒也配合了。只是后面遇到了凶险，是他救了我，但他本可不救我的，所以我欠他一份恩情。既然你是他儿子，还给你也可以，便想着帮你开启10殿，就算还了恩情了。至于能否领悟，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没想到你这小鬼这么讲义气，为了护我，连自己性命都不要了。这回可好了，不仅欠你父亲一个恩情，也欠你一个。夏星辰道。